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太原的大山里面。今天来到这里啊，跟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有关，张三丰。这个人物啊，大家是非常熟悉了，很多影视剧呢也演绎过他的故事，特别是说他经历了南宋、元、明三朝，说他是活了200多岁，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的那个嘉靖皇帝还派人寻找张三丰。那么今天这里呢，据说是张三丰他晚年闭关生活的地方，并且最终在这边去世，墓也是在这边。不知道真假啊，因为当地一直有流传这样的说法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大山里面探寻一下，了解一下张三丰晚年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生活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北方的冬天呢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绿色了，越到后面呢，越是如此。你像我今年上半年在太行山里面，基本上看不到其他的颜色，感觉就非常荒凉。在当地人说，他们要到每年的5、6月份才出现像南方3、4月份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现在我们就往前走，这个地方是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的南峪村，我现在就在村子的北边高山上面。现在这里呢是修了一条道路，直接到那个张三丰闭关修炼的地方，因为一直是这样说嘛，并且前面呢还一座玉皇庙，听说在庙里面还记载了一些张三丰的故事。这几天山西的天气还挺暖和的，早晚温差大，晚上可能几度，白天的20多度，都可以穿短袖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前方就有石头修建的建筑，这个不知道是庙还是张三丰修行的地方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张三丰这个人物呢，大家是很熟悉的，特别是他收了几个徒弟啊，武当七侠。因为张三丰创立了武当派嘛，这个在很多小说里面也说了武当派，因为算是名门正派。那么现在有没有武当派呢？其实现在也有武当派呀，只不过现在的武当派是一个笼统的称呼，在武当山那边呢，其实是有很多门派的。你像正一派，还有其他门派。当然，这个门派这些我不太熟悉，但是经常看一些视频，也能看到武当山呢有很多师傅在修炼，在练武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好几口窑洞一样，这里有一个，旁边也有。因为这里草丛比较密，我们在旁边先看一看。当然，这个窑洞看起来是有一段历史的，它不太像现在修的。这里应该是3口窑洞，去里面看看。这里现在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一个玉皇庙。像这种窑洞的话，一看就是有一段历史的。这个地方也不像是正常有人来这里居住，只能说是一般隐居的人在这里生活。因为这里全是大山，我们看了一下，周边也没有其他的房屋遗址或者是窑洞遗址，所以基本上就是隐居的人在这里居住。我们就来里面看一看。这里写了玉皇庙，玉皇庙是供奉玉皇大帝的。玉皇大帝大家就更熟悉了，因为在《西游记》中明显的演绎了那个玉皇大帝还有孙悟空的故事。现在不知道供奉的是什么。你看这个窑洞明显的是比较传统的，当然这个是后期经过修缮的啊，原本的话应该会有一点点倒塌。你看这里就记载了张三丰，写的是张三丰修道练武闭关隐居地，这就是在当地一直有这样的说法。张三丰呢，传说他是出生于1247年，去世于1458年，相当于他活了212岁，这个是非常长寿了。当然，这是一直传说是这样的，不知道真假呀。张三丰呢，他的名字其实有很多啊，他是叫做张君宝，只是说号三丰，辽东益州人，明代的著名那个道士
全真武当派祖师。他在历史上呢有很多称呼，因为明朝啊比较信奉道教，像朱元璋、朱棣呢都在寻找张三丰，特别是朱棣大修武当，他修武当的目的呢有2个，一个呢是为了稳固他的统治，因为朱棣算是夺了侄子的皇位嘛，他就在北京修故宫，南方呢修武当。他修武当还有一个目的，可能就是寻找张三丰，因为他想着把武当山全部修好了，那张三丰可能就会回来了。那到了明朝后面，明英宗赐号张三为通威显化真人，明宪宗封他为韬光上至真仙，明世宗呢就是嘉靖皇帝呢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，因为嘉靖皇帝呢特别喜欢道教，他呢把自己称之为道士道长一样的。张三丰呢从小相貌堂堂，饮食更不讲究，或者是数日一食，或者是数月不食。当然这是传说，说的就是张三丰已经成仙了一样的，经常不冲东西。读书呢更是过目不忘，待人呢嬉戏诙谐，言谈时旁若无人。说的是张三丰那个文化非常高，我们说的情商非常高，经常四处云游，无固定之所。张三丰最后下落不明，在《明史张三丰传》中记载：终莫测则存亡也，就终日神秘莫测，不知道他到底去哪里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去世的。据《太原县志人物》中记载，太祖以及成祖求之皆不得，后云游到太原南玉山，就是后面呢就在这里修行，最终呢在这里去世，掩埋在这个南玉山上面。这里有一块碑，应该是写的那个重修这个玉皇庙的一个碑吧，我看看有没有写的什么时候的，雍正时期的。按照资料记载，在明朝的时候玉皇庙就已经存在了，特别是在嘉靖的时候，玉皇庙旁边的建筑还挺多的，在旁边这个房间还别有洞天，坍塌的比较严重。据说这里有个山洞，就是张三丰修炼的地方。这里有个门，大家看看是不是木门呢，还是说正常的山洞的门呢？那里面呢现在肯定是进不去了，全部倒塌了。就说张三丰以前有时候可能就在这里面修炼，反正多种说法，一种是说在这个里面，又一种说法是在外面，反正我们都相信吧，姑且相信里面也行，外面也行。在离洞口7、8米的地方，好像还有一块木板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在上个世纪啊，有那些学者考证过，在上面附近有一个方形石洞，据说深不可测，应该是张三丰修炼闭关的地方。然后当时还问了村里的村民啊，说有一个老人，他之前放羊还是什么，看到那个石洞里面有一把椅子，上面呢有个骸骨，传说就是张三丰。所以呢众说纷纭，不知道这个石洞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啊？我们往这边看一下，能不能找到什么？这里好像都有人为的痕迹啊！哎呦，你看，这里好多这样的条形石，这些应该都是当年玉皇庙那个残存的痕迹啊。哦，没有什么，但是确实是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痕迹啊。这就不过去了，不好走。那个村落就在旁边不远处，可能这个顶部应该还有什么东西，但是不好上去。我在这里啊，看到前方好像是有个山洞哎，在那个半山腰，不过我们肯定走不上去了。如果走得上去还好，哎呦，这里刺太多了。如果张三丰真的是在这边修行的话，那这里呢
就是他活动的空间，可能每天呢都会在这里散散步、走一走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张三丰在这里晚年生活的场景。据说呢，这个玉皇庙啊，在明朝时期呢，香火还是比较旺盛的，有鼓楼、钟楼。但是现在呢，可能就剩这3个洞了。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山洞，不过呢，现在是封起来了。这里就感觉跟那个传说有点相像了。那么这里封起来，是不是就是张三丰的墓呢？我们就姑且这样认为吧，因为这明显的就跟那种墓葬形式很相像啊。它跟普通的窑洞不一样，因为一般窑洞的话不会这么小，正常来讲墓的范围才是这么大的。然后下面这里呢，应该就是以前的泉眼，那很有可能就是说张三丰生前呢就坐在上面修炼，坐在这个顶部，然后刚好这里有泉水，位置非常好嘛。因为按照资料记载呢，就是在这个玉皇庙旁边，当时确实是有一口泉眼，只不过呢现在干涸了。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来讲，张三丰晚年是在这里修炼，在这里闭关，最后是在这里去世，墓也是在这一边。但是呢，墓具体是哪一座就不知道了。有一种说法是在某一个山洞里面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。那么大家觉得这里是不是张三丰闭关修炼的地方呢？尽管说这里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了，但是我们就姑且认为它是吧，因为这个地方毕竟周边的村民都认为是嘛，我们就认为它是了。